大家找工作的时候，除了职涯发展、薪资或福利等是重要的参考因素之外，工作时间、休假等等的这些条件，应该也会是特别在意的一部分吧。特别是家中有特别需要照顾的孩童或是长辈时，反而需要从可以配合的工作时段来筛选适合的职缺。像是有些重返职场的父母们，为了配合孩子的作息，大多还是会挑选工作时间稳定并且是周休2日的工作。可是如果有一天呢，公司突然无预警的片面调整工作时段或上下班时间，那这样子到底合不合法呢？Hello， 大家好，我是 Sean， 欢迎回到 Workforce 劳动力量。我们先来聊一下关于工作时间的相关规范吧。依照劳动基准法施行细则第7条的规定，劳动契约应该要记载画面上所呈现的这些项目，其中就包含了工作的开始以及终止的时间。假如劳资双方到职的时候就已经约定好了工作时段，那么除非有额外的约定，否则今天资方如果想要片面变更员工的工作时段或是上下班时间的话，就应该要跟员工协商，并且取得员工的同意，在双方都合意的情况之下才可以调整工时，雇主就不能径自变更哦。劳动部过去在98年的时候也曾经在解释令中提过，劳工工作开始及终止之时间、休息时间及轮班制的换班等有关事项，应该要在劳动契约中约定。雇主如果认为有变更的必要的话，应该要重新协商核置，不能径自变更。另外也有提到协商的过程虽然没有规定一定要用书面的方式呈现，但就算提出变动后，劳工保持沉默而没有表示异议，雇主也不能直接认定员工就是同意了这样子的变动。总之就是雇主要变动时，切记要一再确认员工是否有同意这样子的变更，会更加保险一点。举例来说假设到职的时候是跟公司约定好周一到周五为工作日，而且每天的工作时间是早上9点到傍晚6点，其中也有1个小时的休息时间。突然某天呢，公司因为晚上需要配合客户处理业务，而希望让特定员工上班时间改成11点到晚上8点，那么就应该要取得员工的同意，而不能强制变动员工的工作时段。相对的呢，如果今天员工想要调整自己的上下班时间，也是要经过雇主同意才可以。同样以上述的工时状况为例，如果员工因为早上有私事希望晚点下班，并且延后下班时间，在公司不同意的情况之下，恐怕他也只能用请假的方式来处理了。不过坦白说劳工自己片面变更工作时段的情况应该是比较少见的，毕竟雇主可以很轻易的就认定为迟到或甚至是旷职。但雇主如果因为业务需求而变更了员工的工作时间或是排班方式，这倒是蛮常见的劳资争议。这个时候如果劳工真的没有办法配合变动的话，又可以怎么做呢？从前面的说明来看我们知道雇主并不能片面调整劳工的工作时段，可是如果公司执意变更的话，其实劳方还是有可以救济的方式的。假如今天被公司强制要求变更工时，那站在劳方的立场来说，便有机会可以主张雇主违反劳动契约或劳工法令，导致有损害劳工权益的疑虑，并且依照劳基法第14条第1项第6款规定，不经预告终止劳动契约，进而要求资方依法发给资遣费与开立非自愿离职证明。当然实务上雇主不太可能第一时间就同意劳工的诉求，所以通常还是得透过劳资争议调解或甚至诉讼的方式来去确认劳工的主张是否合理。不过由于个案状况可能略有不同，特别是当原本劳资双方约定的劳动契约中呢，就已经有明确约定劳方同意雇主因业务需求变更工作时间的相关条款的话，可能就需要透过更多的细节来去认定变动后的合理性，甚至会进一步讨论到是否有符合劳基法第11条所定的调动5原则。所以建议劳工在正式终止劳动契约之前呢，最好还是先寻求专业意见，会比较保险一点。接下来我简单找了2个因为变动工作时间而衍生为劳资争议的案例，让各位参考看看吧。过去就曾经有事业单位调整了员工的休息时间，从原本的中午休息12点到12点半，调整成休息时间为12点到1点之间，导致员工的下班时间呢往后延后了半个小时。资方认为这样子的变动是基于业务需要，并不是不利的变更，而且只有上下班时间稍微调整而已。可是本案的劳工却不这么认为，他觉得自己因此就要延后了下班的时间，认为已经有违反到了劳动契约而损害到他的权利，所以就依照劳基法第14条的规定呢，终止劳动契约，并且要求资遣费。这起案件因为经过劳资争议调解不成立，后来便进入到了诉讼阶段。那法院又是怎么看的呢？
首先呢，法官看了劳资双方原本签署的劳动契约，发现其中原本就有写到甲方，也就是资方得视业务需要调整劳工每天上下班时间，因此资方本来就有合理变更的权利了。再来啊，虽然资方确实有变更工作时段的事实，但法院认为这个是属于企业上经营所必须，因此认为适当调整工作时段是属于资方权利的正当行使，无法认定有违反诚实信用原则啊，或是有权利滥用的情况，因此认定呢，劳工终止契约其实并不合法。另外一起案件呢，虽然不是工作时段的调整，但也是另外一种常见的争议类型，也就是因为约定工作日的变动而衍生的终止契约争议，或许大家也可以作为参考与借鉴。有某一个劳工啊，原本是担任厂长的职务，可是公司却片面以公告的方式调整了员工的上班日，结果员工在调整后的上班日没有出勤，公司认为他有旷职的事实，并且就直接把他的职务降调为了技术员。这个时候劳工就火大啦，不只是依照劳基法第14条第1项第6款的规定终止契约，更是追加要求雇主应该要补缴之前低报而短缴的劳退金。双方也因为这个争议呢而对簿公堂。法院在判决中有提到啊，工作时间变更调整应该要经由劳资双方的同意，不可以仅由雇主单方面的予以变更，否则呢，雇主自行变动调整上班日期，将会严重影响到劳工已经计划的家庭照顾啊、亲友聚会、旅游活动等等生活上的安排，无形之中呢，就剥夺了劳工在日常生活上的权利了。另外啊，资方在诉讼过程中有提到，是把劳工的工作日往后调整，休假日往前调整，而劳工又已经先在休假日就没有出勤了，这样不就代表他已经漠视同意了吗？但就像我们前面有提到劳动部解释令的概念，法官也有提到，雇主调整上班日期是属于变动劳动契约的内容，本来就应该要由劳资双方协商，而且要经过劳工明示同意，并不能因为劳方没有在资方任意调整上班日的当下立即表示异议，资方的违法行为呢就可以变成是合法的，所以最后还是认定啊，劳工有依法终止契约的权利。总之啊，如果劳资双方原本就已经有明确约定好工作时段或上下班时间，雇主要变更的时候，真的要特别小心，最好还是妥善跟个别员工协商。如果资方没有办法保证员工的工作时间都一直维持不变，那最好呢，还是在员工到职的时候就要说清楚工作时间有变动的可能性，甚至在书面的契约中也载明这种弹性。当然呢，这样子也可能会让员工觉得有不安定的感觉，而提高了招募的难度。所以要怎么样拿捏呢？就要考验雇主的经验以及智慧了。顺便也提一下，如果是到职的时候就约定好采用排班制，没有明确约定上下班的时间啊，或是公司采用了变形工时制度的工作者，就应该要视当初的约定情况为何，才可以判断公司是不是有违反劳动契约的疑虑哦。以上就是这部影片的内容啊，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咯。我们就下次再见了，拜拜。